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栋。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义，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时间一天一天的过，起诉柯文哲主席是不是时间真的越来越近？你从最近陈佩琪的动作非常的大，包括一直不断的发文，她不懂，她老公不过签了个公文，你们为什么要入她于罪，而且入这么重的罪？然后包括你看到在街头游行去。一个人到北所外面去静坐，那陈佩琪也做，所有这些是不是他也意识到时间真的越来越近了？好，那今天媒体上好，今天包括北检再一次提讯彭正生是不是有财产来源不明罪相关一些问题？然后在媒体上面，如果你在最近检视的话，橘子的角色又蹦出来了。冠廷，第一个，媒体上面讲橘子是握有1元左右的内脏的一些东西，那对。柯文哲来讲的话，是不是会再多一个像这样一些罪名？就我们讲说，如果起诉图利，那看起来北检是不是也会用包括收贿？如果要是真的搞不清楚钱，但是钱多不知道归基在哪，是不是多一个财产来源不明？陈佩琪最近的动作这么大，你觉得所谓何来？好，我先讲哦，就是这个案子现在法界普遍的看法就认为。检联可能在收网阶段了嘛？可是陆续还是有些新闻出来。就第一个，今天大家看到的新闻吓一大跳，橘子很重要啊。前阵子民众党都一直强调橘子不重要甚至还公开呼吁说，他回来会被清算，一时建议他不要回来。可是这个新闻写法是说，橘子带到日本或到国外之后，是带走藏匿在那个柯文哲身上的1亿元，1亿元，1亿元怎么带啊？对啊，所以1亿元怎么带出去啊？1亿元不可能是现金吧？对，因为那个皮箱这么多，过 X 光机你就被抓了嘛。所以如果这个新闻为真，看起来要不然就虚拟货币嘛，要不然就是所谓冷钱包嘛，这些事情。那无论这件事情是真是假，为什么司法记者会写这个新闻？我认为这个可能是真的案子到最后的阶段，到底柯文哲手上有哪几条？看起来之前讲的图利，看起来贪污罪、索贿、收贿罪。可是有没有可能多一个财产来源不明罪？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样？橘子坚持不回来，可是检联掌握到柯文哲明明有多这个1亿元，但是钱怎么不见了？然后钱也无法交代。然后呢？现在检联合理怀疑是被橘子用不同形式的方式带到国外去。那可能就柯文哲真的会多一条财产来源不明罪，至少被起诉。可是冠廷，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小草，或是你看像民众党，因为在礼拜6的时候，7号不是在刚完成全力改组啊，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如果是你刚刚讲的，他们会不会更有话讲？你看吧，对，就是找不到任何金流，连这个都栽成这个样子，没错，就是一定要把柯文哲关死的意思。所以就是检联你要搞得很清楚。对，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也都不用护航，起诉书见真章。我举例哦，今天假设检方有掌握到，我们就讲1亿的数字啊。有1笔1亿元是给柯文哲，这边的证词非常巩固，可是柯文哲无法交代这个钱跑去哪，那检方大可以怀疑是被橘子带走啊，或者是他后来发现，赖的讯息啊，还是说沟通内容会有人证，就是后面要那个起诉书怎么写啦？但五哥提醒是对的，就是不要以为这个新闻出来好像这样子讲就中，有可能被讲罗织罪名。简单来讲，你前面这一段有多少证据讲几分话，这也是我们一致对于北检的提醒啊。所以起诉书非常重要，很重要，这再次强调。第二个我们虽然没看到起诉书，可我们看到陈佩琪的贴文。对，陈佩琪贴文很特别陈佩琪贴文就是每一次都有玄机，但我觉得这一次更确定一件事，陈佩琪这一次最新的贴文，我觉得是把所有他认知的、跟小草沟通的、跟社会大众沟通的柯文哲有问题跟没问题的地方写清楚。第一个，陈佩琪把全部的罪都推到彭正生身上，这件事情是他的贴文内容非常明确。为什么？他讲说，金华城是柯文哲指派的专业经理人。主持会议之后，大家决定给容积率，最后是主持会议的专案负责人代理市长盖上假章。你有没有发现觉得很奇怪？什么叫专案经理人？就是彭正生嘛，就是他不肯写出彭正生3个字，但其实这一句话字里行间意思就是全部是彭正生决定的。然后他自己后面还讲说，所有的委员，你们大家说是市长盖的，市长勾选的，可这些委员有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我柯文哲完全不知道。然后第3个事情呢是讲说，那个之前啊，这个柯文哲他这个彭正生他们盖这个章，跟柯文哲也不知道。后面还提到柯文哲他只认一件事情，金华城案他只交代公展，意思就是我接到澄清了，我交办下去办公展，难道违法了吗？
拍谁到这里为止，我要讲一下哦，这是陈佩琪他的说法，还是为了巩固他的支持者。可是到这里没违法，他没有跟你讲后面啊。前面那个你一边在跟人家那个吃便当，表面上吃便当，可是前面可能是跟沈庆金密会，然后可能有所谓金流，可能有所谓的几千万，可能有多少钱，甚至至少板上钉钉的210万，透过朱雅虎匿名的政治现金捐给你。如果连这样都没问题，如果你认为说我这样子没问题，那以后行贿罪就废掉了嘛。现在关键是图利是一件事，你当然可以去打说这不叫图利，而看来柯文哲跟陈佩琪他们真的要打，这不是图利，为什么？他最后直接讲哦，请问一个台北市长不能给容积吗？他意思就是要巩固哪一条法条说他不能给容积？对，那这里是干嘛？我认为他就是还是一样，他战略很清楚了。我觉得从他这个我已经知道，最后至少北检起诉假设起诉之后他会怎么打？2点啊，第一个，这是我市长的权限，你不能说我图利，回来。赌你北检没有金流，所以我跟你前面讲的那个起诉书对啦。如果最后真的开花没金流，那图利这一关他可能会在这里打到底哦。我连图利都不认，那彭正生你去担，彭正生你盖得章，这第二个，第三个，今天总要爆个料了哈。五哥，为什么我们前面会讲说那个已经快收尾阶段了？我今天讲了一个最新讯息，柯文哲现在很多周遭人被问吧。不重要的人被问嘛，包含我们认为说之前那个大妈那个老司机那个朱慧荣等等，也许他对柯文哲很重要，可他对案情可能不重要嘛。我们现在讲对案情的重要性哦。最近呢，检联甚至传了几个柯文哲在早期的核心幕僚，所谓早期就是还大家认为他还跟民进党合作时期。那就2018以前的那一段，对，那一段开始传了，16以前，16以前，16、17那一阵子以前的幕僚，检联现在开始在传的证人啊，我还不能讲是谁，因为我答应他们说要等他们被问完之后再讲。所以为什么需要问他们？我不知道，那五哥也许你知道，梅德劳后来离开了，他口中我不知道，总之就是柯文哲的，我讲柯文哲的早期幕僚 ，OK， 而且你不会认为说是后来比较白的，会认为过去光谱比较绿的开始被传了，那被当证人传去，我不知道检察官要问他们什么事啊，这几天会陆续问，那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啊，就最后收尾阶段，你总要确认一下，因为里面的人际关系，谁跟谁柯文哲关系，他们早期会有一些了解，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法界判断的可能在收网阶段是真的。OK，因为张一善他们都算早期幕僚嘛。对啊，对他们都算。对，但是到底是谁？那如果照刚冠廷那样讲，显然是跟案情没什么关系。对，看起来是。但是对人际关系或者什么东西，大概是检方想要多进一步的了解。是。可是最近你看得到，因为陈佩琪动作太大，或者你觉得为什么他动作这么大？对。为什么？包括游行去，然后。甚或不管你们大家有没有人要对他有牺牲或到站的这些，对，游行去北首外面一个人独自静坐，然后一直不断的发文想她的老公，所有这些，那为什么？现在有一个说法哦，就是说应该这样讲，今天有媒体报道，就是说柯文哲可能会有另外一条罪，就是财产来源不明罪。那如果在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这个部分的话，有没有陈佩琪所扮演的角色？当然有啊，因为你财产都是拿现金嘛。我看现在媒体报道都很多现金啊，就但现金现在勾稽起来的话，发现找不到断点，然后认为那个财产是不是有可能化作什么样的模式，然后让那个这个橘子给藏匿起来。那姑且不论这个部分，只要说你现金拿回来有没有拿回到家，有没有透过 ATM 有没有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陈佩琪以为是这问安诶金，然后就开始进行。如果有的话，那陈佩琪在这个部分有没有扮演角色？当然有啊，你可能会有涉及洗钱的东西啊。所以换句话，可是他被约谈了3次吧？对，他是被约谈3次，对，3次他就跟你讲，我约谈3次，我都是证人，而且我都请回啦。但是这个财产来源不明罪，就媒体报道是准备新加入的。所以如果说因为陈佩琪本身不涉及金华城的事情嘛，所以他在金华城不管是图利或受贿这个部分，显然没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有的部分可能一定是跟钱的流向有关。那这个钱的流向，所谓的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这个部分，为什么会知道有？现在看起来写的是有上亿，那上亿的部分是包括这个已经有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基隆市长他们家谢国良他们家有承诺的，还有什么一堆的，加起来他们当全部加起来上亿。那显然这上亿的钱有一部分有找到，有一部分可能或者是没有找到，或者是说有一个部分钱化成比如说什么冷钱包这些的被橘子给带走。
不管他是怎么样的状况，只要这个部分的钱跟陈佩琪在哒哒哒哒的过程里面连上相关联的话，他当然在这个不明财产来源罪的部分一定会有扮演角色、啊。你觉得他不是单纯为柯文哲喊冤而已？我觉得不是，就是这些动作。对，然后某种程度还包括把他自己希望能够避免掉所有可能的一些。甚至有人说他已经拿到传票，再一次传票，而他的传票搞不好上面的身份是被告。有这样的传闻，但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等着看。那问题是，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现在整个资金流向，大家已经讨论到财产去向，然后钱在哪边的时候，他莫名其妙跟你翻回2个月前，然后告诉你说，那他讲的这意思是什么？他讲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很简单啊，这个所有的过程里面，温安唔知啦，黑龙彭正生啦，温安跟他签公文啦，那有专家啦，可是他有几个关键他没有讲清楚啊。那钱你有没有收嘛？从头到尾钱你有没有收嘛？那第二件事情，你老公给的那个什么朱雅虎认的210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你老公是不是也先收了？收了之后才去同意的那一些，包括亲签公展，甚至包括，而且他有一次是那个建造的部分，也是她老公发所以这些等于是她老公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可是他只字不提。等于是她老公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可是他只字不提，他把所有一切都说啊，那个都是都委会的彭正上面签过了，那我们也就是上来的副市长都看过了啊，我们怎么会知道？可是你老公罔顾了当时很多的都委会的委员里面告诉你不行，罔顾了当时的判决结果，说其实根本就没有问题，你根本不需要再。就台北市政府赢的那段。所以你老公。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个20%的容积奖励，那根本就是自己量身定做、莫名其妙生出来的这些东西。你老公是市长，结果你老公明明知道有问题还给他，那当然是你老公要认啊。那他为什么现在一下子把所有的记忆拉到这个时间点，跟你温故知新一遍？他把其他人全部都拖下水啊！就说您这打个龙5分哦，这是经过你们公展，这是经过你们那个都委会的那一些这个是谁所以跟我老公没关系，把这个东西拉到前面去，然后造成就是说这个纯粹是金华城的决策问题，然后不去讲到后面是否有对价关系，当然自然也帮他的这个所谓的洗钱这个部分、财产来源部分进行一个切割。OK， 就像他讲的，我完全不知道这前面的事情，那我怎么会知道这个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陈佩琪在这个时间点做出这样的举动，看起来好像是帮她老公喊冤，但事实上，我觉得她在淡化自己本身在这个财产来源不明罪所扮演的角色。那当然也是在设一个断点，什么断点呢？那就是如果我都这个部分不清楚的话，那我家瑶瑶怎么可能会清楚？对，所以我觉得他是试图把这整件事情归到是你们图利，是你们收贿，是你们前面，而且有没有图利，有没有收贿？说一句实在话啊，你那个决策，其实我觉得他在进行切割啦。决策不是我老公拍板定案的。钱是不是你老公收的？他就没有去讲这一部分。对，那所以他故意要去把大家温故知新。我觉得他其实所有用意是在帮自己再设下一个退路。OK， 观众朋友，今天是西元2024年中华民国113年12月9号。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怕你以为我们在重播，对，好不好？那我要告诉你今天的日期，今天是礼拜1，好，12月9号，不是重播。因为为什么会讲到这？因为陈佩琪最近的动作太大了，把大家所有的记忆拉回到2-3个月。而且刚才几位来宾讲的是，中间过程其实你大概都可以用背的了，包括柯文哲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不管是你说政治现金或沈庆健那个1500这些，大家都已经走到这了，那已经走到这个日期了，为什么要拉回去？一定有某种程度一些的想法。好，如果再讲以现在的日子来讲，将军，我先问一下。青黄在他脸书上有爆一个料，有这一段我一直在等，为什么？因为他好像是应该是昨天晚上出来这个消息，昨天晚上说，柯文哲他们夫妻的对话，如果是昨天晚上的消息是12月8号，对，我一直在等陈佩琪出来大声的骂徐青黄，没有说此君乌有，毫无什么什么，但我到目前最起码我到目前我没有听到，当然他没有出来骂，不代表这是事实，可是青黄的这一段，他既然因为青黄那时候当过联政会
对，然后跟市府的有一些人是有接触过。是。那青黄是怎么说这一段的？他们的夫妻的这些对话？其实我刚才也碰到青黄，我也问他这一句，因为陈佩琪有没有回来讲他，或者是回来跟他这个对呛也好，青黄最清楚嘛。他说到目前没有，没有，陈佩琪的雅量什么时候会这么样的宽宏？两个时候会发觉哦。第一个，柯文哲去帮徐美凤把脉的时候，陈佩琪没有生气，但是呢，别人要来侵犯陈佩琪财产的时候，他就生气，这表示什么？柯文哲可以摸人家拿人家，但是别人不能摸柯文哲拿柯文哲，所以他去跟徐美凤怎么样？那是我老公有本事啊，甘心给他摸啊。对不对？人家捐钱给我 A 掉，那是我老公有本事啊，人家甘心捐给我啊。可是你想动老娘的钱，门儿都没有。所以这一段是青黄在他的脸书里面讲的。他说第一个，他说我告诉大家这个橘子手握的上亿的内账潜逃，可能会让柯文哲多背一个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个财产来源不明罪，大家说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他这个罪好像没有很轻这个5年这个财产来源不明罪可能不只跟柯文哲有关，因为大家别忘了，夫妻财产叫共有制啊。我今天柯文哲拿回去几个亿给陈佩琪，不要几个亿了，几个千万不要几个千万，几个百万，几个10万也好，陈佩琪不会问一下吗？这钱哪里来的？这钱哪里来的？那么检察官问陈佩琪说：“这钱哪？我不知道，我先生给我的。那你不问吗？我没问，我不知道。这就是财产来源不明，因为存到了你的户头里面去，存到了你孩子的户头里面去，你并没有清楚这个钱哪里来的。你说我不知道，我告诉大家，这就是财产来源不明。”将军，青黄在他脸书上写的，因为我一直很在乎那个标点、那个符号的使用。他说他那上面好，你念一下，他是讲嘉诚，听说有嘉诚证实说好，然后那个是上下引号，对，然后一个引号就是这以下是嘉诚讲的话陈佩琪曾跟柯文哲说，家里不要放这么多亿元，亿元，这个亿跟元该不是这个议员，对，不是我台北市议员、桃园市议员，不是我们，一块钱，他这个议员不是几扣家里不要放这么多几扣，我天哪，那放了倒满了。我说这议员绝对不是几扣，也不是我们2个，对不对？把李博义跟于北辰带回家放，没有这个道理吗？他们开会喜欢全家，说议员在他们家开会，对，不要放这么多议员，这个议员就是不要放这么多个亿。然后呢，如果是真的。这种担忧，佩琪真是奢侈的幸福啊！就表示这表示什么？你知道？佩琪知道，佩琪是知道的。如果真的有这一段，那当然表示他知道。是，如果真的有这个嘉诚，这个嘉诚所讲的也是佩琪曾跟柯文哲说，家里不要放这么多亿元不是亿元马不是几扣，是好几个亿。因为如果照这上面青黄这样写的话，第一个。他说是证词，是，所以那证词还用得着讲吗？就是到北检去作证嘛。第一个那个人是证人，然后到北检作证，证词。第二个，他是用上下引号是抠出来的，就是他说的，就是以上他所提供出来这个是原文，就是这位嘉诚出庭作证的时候讲的原文。那这个事情如果知道了，陈佩琪还不被告啊？对啊，他还不变被告啊？就是你不再是一个单纯说我先生给我钱，我认为他是通告费，他是演讲费，然后或是妈妈爸爸给的钱，我把它存起来，不是哦，是你无法解释这笔1元或者是多少钱是怎么来的，你却不明就里的把它存进了你的户头里，这不就犯罪了吗？这还不变被告啊？这个补充一下，你知道上次因为那个沈庆金，我们大家知道2000万是一卡30寸的皮箱，1亿元那要5卡30寸的皮箱，好多亿元，那可能是要造5到10卡30寸的皮箱那一辆休旅车载不完，真的载不完。如果是好几5卡以上的皮箱一般小型休旅车是载不完的，可能要出一排德利卡，或者是出一个那个载卡多才载得完。所以如果这真是证实的话，各位可以想想看，这是多么惊恐！不是我惊恐，是佩琪有多么的惊恐。这被人家供出来了。如果真的有柯文哲的嘉诚提出来，陈佩琪讲的有这个上下引号里面讲的这一番话，这就直接告诉你，你知情，
你不要再告诉我说你不知情。OK， 那当然，你说这青黄姐的这一段，我没有办法验证这个东西，你不能够拿它当一个事实，然后去觉得陈佩有这样。可是，一般来讲啦，我觉得陈佩琪或民众党，因为如果对他们来讲的话，陈佩琪最起码对这件事情应该要出来大声的驳斥一下，因为现在动辄这些是不是都会影响到未来，包括最起码吧新政上的感受啦，或者什么这些。而且陈佩琪不是没有出来讲过那些东西，没有发，还记得那时候冷钱包的事情，那时候他是一开始就出来讲，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些事。OK， 好，那对我还要再讲，今天是12月9号，而且呢，那个11月24号那个礼拜天呢。那我们的棒球队拿了冠军，4-0击败日本。我讲这些是要告诉你，对我们是现在录的，所以因为陈佩琪把那个时空拉回到那个地方，你完全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要去这样一些事，而且你这样的方式对检察官，我必须说，检方每天办这么多案子，他不会去你们大家晒晒恩爱，你这边喊一下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跟着你拉回到，那没有道理嘛。可是为什么要做所有这一些事情？任俊，这为什么？可是为什么要做所有这些事情？任俊，这为什么？我觉得，如果看待陈佩琪单纯的身份是柯文哲的妻子他做任何再多奇怪的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这个我可以接受。如果只是我现在讲身份是妻子但我从来不把单一事件只看作单一事件。因为你刚刚特别问说陈佩琪为什么没事突然出来去讲一个说什么公务人员怎样，虽然他没有名指是彭正生，但他讲的是彭正生。对。而在几乎差不多时间里面，媒体报说，检方未来不排除再增加一条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两件事情叫做同时发生。好，伍克达律师我们法律上面就很简单嘛我其实听到当我听到就是说可能要不排除增加一条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时候，它是不是代表着检方在金华城的对价这件事情上面，它没有重大突破了？我们法律上面有一个东西叫一行为不二法嘛，所以过去为什么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直被诟病，就是说我从这个罪搞到现在为止，真正几个人被办过？因为很简单，如果他今天是贪污，我就办你贪污就好啦。我就是因为查不到你的金流，我知道你家多出一笔钱，但你死不讲，你死不讲，我就办证明哪里来的，我又也没有人能证明他哪里来的，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是知道你家多了一笔钱，但你也不讲，而且他也不是说柯文哲你把你家所有财产全部讲清楚，不是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来自于检方要先认定这一些钱是有疑义的，所以为什么陈佩琪之前会去讲说我们家有多少钱呢？来来去去。检方会删除法，好，你讲的我查证过之后采信，我说对不起，我还多出了多少钱是多出来的，你要不要解释？而且一般来讲，我讲一下这一段呢，就是刚任俊讲，如果你自己都告诉大家我的来源，因为公务人员的薪水很容易算，是，然后包括你们固定的薪水，就算两位都是医师，然后你是市长，很容易算，算完以后，你们在这些年里面有做过什么投资，就一定看得出来脉络，拿出来算。算完以后，包括你什么家里面长辈给的所有的什么，全部拿进来算，这是你们整个的大水库。如果中间多了个中间差了个10万20万，一般来讲比较难，因为总是会有漏的忘的过程。对，如果你中间差了个几百万几千万，这一般人就比较难接受，说到底为什么？这时候财产来源不明罪没办法，刚刚人就讲，如果知道是谁承认给了你钱，那我就拿贪污，没错，图利我也好办，但是就是你们家多了一笔，我就是找不到那没办法，那时候财产来源不明罪就上场。一般来讲大概会这样，所以这2天出现的新闻，蹦了一个这么一条出来。然后今天检方又第13度我听啊，这个真的提讯，检方真的提的已经给他照咖一样了，13度提讯彭正生是，所以这些大概一个是真的啦，快结案了，第二个他大概也在巩固相关的这一段也是，而且陈佩琪没事丢了那一些说，我从来不知道签个公展文我就会出事情，大家都讲说不就在讲彭正生，他没事今天传了彭正生，是，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如果单一来看会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怪，但是你合起来看，难道他真的那么怪吗？就说如果今天到最后检方真的用财产来源不明罪，就代表就是我真的没办法查出你的金流，因为你真的不讲。我财产增加有可能嘛？可能于北辰学长看我可爱，看我长得帅，要看我觉得头发少，给我一点钱，叫我去弄个头发之类的，但我不能讲出是于北辰给我钱。
你没办法证明对价是我跟金华城有关嘛。所以陈佩琪现在回到最原始的那一段，我跟金华城，我老公跟金华城就是无关嘛，合不合理？合理吧？合理。这个的做法谁做过？柯文哲做过啊。柯文哲第一时间帮邵秀佩喊冤呐，怎么会这么多人盖章，就他一个人要负责任？因为当时也没人讲邵秀佩要负责啊。那你柯文哲突然丢出一个邵秀佩，那今天陈佩琪讲的不也是一样的意思吗？可是陈佩琪今天讲的是刚才来宾有提到这件，她把它极度简化到她老公从头到尾只签了一份公文，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便当会没有发生过，速审速决没有发生过，然后包括下一个公文，不管您怎么做，快就好，这些都没发生过。210万没有发生过，朱雅虎的证词没有发生过，彭真讲的话没有发生过，然后包括李文忠讲的话，全部都没有发生过。她老公从头到尾就只签了一份公文，你们就入我的罪。他简化成这个样嘛？是啊，所以他从 A 跳到 Z， 你很难理解嘛。当年 MG149一被拉出来之后，直接告诉你柯文哲贪污，谁搞得动 MG149是什么啦？就他那个时间太短。陈佩琪其实他确实啊，他用了一个异常简化的方式啊。可是您刚刚所提到的那一段，那这一段时间台北市议员在调的那些资料是在调什么的？就是第一个会出来反驳的，就是台北市议员这一些组成调查小组的，看过那些文件档案资料的，所以刘淑慧就疯了。是啊，对啊，他就觉得你这样子的话，那大家干脆全部都除罪化就算了。可是对陈佩琪来讲重要吗？不重要啊，你们疯是你们家的事啊。就是他要保的其实就是我的老公。我跟你说，我就讲说这个时间突然跑出了一个说检方有可能会再增加一条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时候。那没关系啊，因为你的对价的部分好，就算210好了，它不见得没有发生过啊。为什么发生过了？那你跟我讲跟金华城有关嘛？你大家能够证明嘛？它就是跟金华城有关。我觉得他现在回到最根本的那一条底线就是 ，OK， 你们讲找到钱也可以啦，随便啦，反正就财产来源不明嘛。可是你今天要定我的罪叫做贪污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我讲一个对价，所以你看陈佩琪在过去有很多的阶段，我们其实都在看说，为什么他突然很久没讲话，然后一丢出来，陈佩琪他可以做到什么事情？他要讲得很细的时候，是可以把那个户口啊，那个考走啊，都给你知道，然后还有时间马赛克，然后给你看我要看的，然后跟你讲说这个就是那样。他要细的时候可以做到细到这样，他要不细的时候可以跟你讲说哦没有啊，我老公怎么可能会做这，我都是什么尊重专业。这个的说辞之前谁说过？一样是柯文哲啊。清华的那个其实我是蛮好奇的啦。对啊，就是说。证词是怎么样是一回事，柯文哲的加成，如果讲加成，我们现在对民众党的概念里面，柯文哲身边的概念里面有几个人可以被称为加成？对啊，蔡壁如，我这样讲合理吗？几个我这样讲合理吧？那几个我们有被认为是加成的人，有几个被找去传唤过？这也很好删去法嘛。所以你们不要这样哦，你们这样子对。好，对蔡壁如太不公平，压力很大。对啊，他会讲关我什么事？我没有说是蔡壁如啊，我的意思是说，搞不好有核心的人我们不知道啊，因为还有被传过的，因为有非核心的人认为自己是核心啊。因为一直到这个案子以后，大家才突然发现。橘子才是核心。那时候有几个人知道干嘛橘子到底有多重要？但问题是橘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啊，所以他也不会说。那所以是哪一个有证词的人？而且又因为我相信徐俊华不会胡说八道了啊，他会讲说有加成去证词，那表示这个加成，我们能称为叫加成的是什么？50年老同学，还要能够进到家里面吧？从地下室带出来，这才有办法吧？对不对？你在党中那边哪一个敢讲说我算柯文哲的加成？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敢这么说啊。所以问题就在于是哪一个没有曝光的加成，然后是被检方掌握的。那如果今天这个加成会去讲说陈佩琪曾经跟柯文哲讲什么什么，因为陈佩琪没有否认啊，家里不要分什么。那这个加成会不会知道？那么多的议员是从哪里来的？那难道金流的这件事情只有橘子会知道吗？因为现在包含的是检方现在你看那个报道上面写的是，不只是柯文哲有财产来源不明啊，好像听说连橘子好像也有啊。那表示你所有的这些东西清查完了之后，扣除掉没有疑义的部分，检方确实可能他真的有掌握了一笔的钱，而且是问了柯文哲，他可能不愿意讲。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对价的时候，那就回到最后法律上面的攻防，那就不是贪污治罪条例嘞。那时候其实来财产来源不明罪，大家就过去看看有多少人被那个
被那个弄完之后，定罪率到多高？因为真的，如果那个字眼上，加成对，到底有谁会是加成，能够进得了所谓的家门，能够列入加成的范围，有哪几个？又要当证人，到底会是谁？当然也不要误伤到不是的人。可是这个词，因为清航讲说他的证词是用夸这个，然后这个词是说好了，因为他用的是这个词，家里不要放这么多议员。如果是家里不要有这么多议员，那可能是议员来家里面聊天，家里不要有这么多议员，对，那可能就因为用讲的嘛，你也不知道。放这么多议员，那应该就不是人，就不是人，对，人不太可能这样放。OK， 好，但这一段一样，我讲每次所有这些东西，第一个陈佩琪否认不代表这一定是事实，可是这过程当中，陈佩琪什么时候会出来针对这个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呢？那除了这个以外，起诉书我一直在强调，起诉书出来所有这些东西，好，包括各位刚讲到那几个。你不要认为，我曾经跟观众朋友大概分析过，要羁押你的新政程度大概是50以上60，因为它只是要防止你可能包括串证啦，包括你要逃亡。但如果要定罪，因为这些罪都不是轻罪，如果要定罪，你最起码要说服法官的新政，就算不是100%吧，你好歹要拉到个90以上吧。当然你不可能在每一张纸上面、钱上面写。此案此前为金华城所用，你不可能看到这种字。但是如果你是法官，刚前面所讲这些，陈佩琪我刚刚讲，他极度简化到只有那份公文。但是如果要是起诉书出来，看到那里头检方列出来那里头，如果真的讲210，然后什么沈庆清很小气，然后560感谢这些词，你觉得对一般人，如果你是法官？你觉得你的新政会拉到多少，或是其他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就把所有东西全部拿出来，不要单纯就一件事情来看。但博宇刚就讲，对议员来讲，就因为这件事情，好了，民进党朋友常讲说，不是我们去揭露出来的，最早刚好是钟小平，然后你们的调查小组的召集人是淑慧嘛，所以这些相关一些内容出来的时候，其实议员会有意见呐，因为你们要监督市政嘛，那像淑慧也会有意见。可是除了这些，你说会有意见以外，最近又在爬出很多啊，不管是北科的问题，建造那个核发那个，包括你说商办的一些坪数的一些建造啦，所有这些对柯文哲来讲的话，未来可能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吗？包括你说商办的一些坪数的一些建造啦，所有这些对柯文哲来讲的话，未来可能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吗？先说吧，陈佩琪女士要先讲一下，她的这份她的 FB 上的文写说，她觉得柯文哲只签署了一份公掌文就被认为有罪，她就不可相信，不能够接受。是，她这个说话，我觉得完全就是在打悲情牌，在给她的忠贞的支持者听的。为什么？因为对一般的民众而言，像我是议员，我看他写这个，我直接想法是：你签一份文就被判重刑，那你这份文签有多离谱啊？是啊，有多不能够接受，跟不能够被大家所理解的文。这也是为什么金华城的调查小组看了相关的金华城报告，都一头雾水啊！哇，真敢啊！整个过程当中，怎么敢这种是明目张胆的？完全不合常理的，让金华城包括了金华集团整个案子能够通过。所以说，不管是陈佩琪讲的话，还是柯文哲，包括现在在里面很多朋友，包括了朱亚虎等等的，很多内部现在我们所得到的资讯都是柯文哲的问题，真的很大。而金华城的案子只是柯文哲案子的一部分。而且我可以说，它只是一个开始，绝对不是终点。因为陆续的问题与柯文哲有关联的，不只有威金集团。还有星光集团呐，像这几个案子也陆续开始在调查了。北市科先不讲，我们先讲那个南港转运站，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调查小组。但是南港转运站的问题其实主要有2个，第一个是大家知道南港转运站的标案是星光集团标下来的，那它的工程进度严重落后。要知道本来南港转运站的东站啊，星光人寿是2020年动工，预计2025年明年的年底完工。结果去查了一下，在今年的年中啊。这个东站的工程进度只有3成多，离这个它的预计的计划 delay 了，延迟了非常的多。未来能不能够如期的完工，或者会不会再有追加预算还不清楚。那再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营运权利金，也就是南港转运站星光集团要给的这个权利金，
本来啊是要预计给市府4.3%，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降到了2.5%，换算一下，市府少赚了10多亿元了。这个金额到底是为什么？目前柯文哲恐怕接下来会被问到，所以我说，柯文哲的案子陆续会开花了。再来，北市科这个也是非常妙，北市科的标案。之前就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开始在跟星光集团在讨论，那个时候吴欣盈的父亲吴东进出来澄清什么？他说他自己没有捐任何的款给民众党。我相信他的确没有捐，但他太太可能有请他的朋友帮忙捐呐。可以看一下，大家看下这个，承茂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是谁？这位许仙仙女士，她就是吴东进的太太，她就是吴欣盈的妈妈。这家公司呢很妙。他的股份，他自己是董事长，他持有的股份呢是49万7千股，剩下2个董事，1个监察人，分别持有了1000股，也就是这家公司所有的代表法人就4个人，就这4个，而这4个人当中呢，只有这位许女士董事长没有捐钱给民众党之外，剩下3个全部都有捐给民众党的钱。第一位这个吴董事呢，他在2021年总共捐了40万给民众党。第二位，这位陈董事在2020年捐了15万给民众党。最后这位监察人陈监察人，在2020年跟2021年总共捐了39万给民众党。也就是说，除了董事长没有捐之外，剩下这3个都捐了，而这3个人的股份都走1000股，代表什么意思？原则上这3个人凑人数用的啦。所以这3个人说好听点是这位徐董事长的朋友，说难听点就他的员工嘛。因为毕竟他们之前的代表法人的集团，通通都跟星光有关，星光有关，要不然就是跟这贤有关，贤达。所以的确，吴东进可能没有捐给民众党，但是他的太太有没有请他的朋友或同事捐给民众党，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清楚了。而这种做法，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啊？威金集团那个时候好像也爆发过同样的事情啊。因为对于小草而言，讲实话。受到伤害跟一直被凌迟是不一样的，因为柯文哲他现在一直不讲有任何的问题，也说他都是清白的，包括连柯文哲所有的家人从上到下都说他清白的。可是当今年年底检调已经讲了嘛，他就是确定会起诉他。当起诉书出来，那个血淋淋的东西，如果他的智者是看到这东西才知道事实的真相，那我觉得对于柯文哲包括民众党伤害更大。与其在之后所有证据摊在阳光下之前，我觉得倒不出来，倒不直接先出来做个止血的动作。我相信他的支持者对于柯文哲态度是宽容的。如果他能够直接的来说出他一些的确是有违法的事情，我相信对他接下来的政治路，包括整个民众党的政治路，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范老师，柯文哲还有政治上的未来吗？包括对民众党，为什么大马老司机在节目里面讲说他对柯文哲或民众党的有感情，但是他觉得柯文哲不应该再当主席，应该民众党要走自己的路，类似像这样的一些的词。然后礼拜6就7号那个时候，他们不是有发起一个那是反霸凌的一个游行活动嘛？但那个游行活动，黄鸿昌总召，那中间过程是不是有跟警方有一些的冲突？甚或到总统府那地方讲说要不要戒严啊，什么什么？不是那个不是反霸凌的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词？而现在看起来，对于整个7号那天他们整个权力结构的改组嘛，那整个的投票，你从投票结果来看，柯文哲对于民众党是不是基本上他们并没有抛弃柯文哲？所以保柯派对于他们来说，柯文哲永远就是要在民众党里面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中心。首先谈一下陈佩琪啊，我觉得5个字形容他叫做高调的法盲。很高调，我还没有看过任何一个这个先生现在已经被羁押、收押禁见这么重的罪，贪污治罪条例啊，老婆还每天在那发文啊，抒发自己的感情啊，非常高调。其实我认为真的应该发文的应该是彭正生的太太啊，因为彭正生他太太也被约谈嘛，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应该是相对来讲他是比较无辜啦，他大概也没有去过什么桃竹影园吧。他大概跟沈庆金也没有像柯文哲那么紧密的关系但是他现在也是被羁押，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出来喊冤的是彭太太。然后陈佩琪字里行间里面看起来都是把责任全部推给彭正生哦。那我今天我是彭正生的太太，我会觉得说，你在吃肉，我们连汤都喝不到，结果今天我也被关你现在陈佩琪把所有的责任夯不啷当全部推给彭正生，那这叫什么情何以堪嘛？而且他现在把所有的责任就说我们
这个都交给这个委员会啦啊，所以关于这个容积率的问题，柯文哲都不知道啦啊，柯文哲完全不知情啊。如果他知道我有罪，他怎么会签下去呢？因为这个是5年以上的牢狱之灾啊。但是很多犯罪人也都知道后果很严重啊。他因为利字当头，他也管不了那么多嘛。你去问那些犯罪的什么诈欺犯，他们都不晓得这个后果吗？明知故犯这4个字。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觉得他的法盲在说，你有没有去看一下？我们还记得那个柯文哲是9月5号被羁押，那个羁押的那个裁定书是在上个月1号才出现，好，里面检察官讲的巨细靡遗，根本就不是你陈佩琪讲的啊。他说我都不知道，这个检察官说便当会后，柯文哲积极介入金华城案的都更的环节，涉案颇深。还说都发局等首长或幕僚多次提醒违法图利，多次提醒哦。都发局局长有谁？柯文哲第一任2014年是林周明有被约谈，有没有？有啊。后来2018年是谁？黄锦茂，都被约谈啊。所以你还在说我不知道，我被蒙蔽了，都是下面人在害我，这是不是法盲？我觉得陈佩琪她是我们马公高中哈。第一个考上台大医学院的女学生啊，虽然我们知道离岛有加分呐，这也算很厉害了啦。这些检察官的起诉书，你是他乱写吗？是当儿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提油救火啊。你看这个朱慧荣，他上次被约谈，检察官说什么？你的直播我们都有看，你说我们北检没有东西，检察官是非常不客气的哦。所以你今天你在这边写这个东西，你跟检察官的起诉书，那个羁押的这个裁定书。完全背道而驰，你觉得检察官会相信吗？可是范老师，你要他相信检察官说的吗？他相信检察官说的，第一个那是她老公第二个那是民众党的党主席最近你看民众党的很多，包括游行的所有那些东西，包括陈佩琪自己一个人独自到北所外面去静坐，我的意思说，所有这些他都出现，他难道要出来告诉说，对，你们检方说的都对，我老公就是这么坏，你要他去讲这个东西吗？他当然第一个情感上他相信她老公，第二个你说的对，他是第一个考上台大医学院，他不是第一个考上台大法律系啊。他就算不懂这个，可是我当然不认为他会不懂到这种地步。可是他就是在情感上跟理性上面，他就选择挺她老公啊。我当然只能这样啊。政治上我也只能这样挺啊。对，那讲情理法，情感上我们可以接受。但是这个是检察官，也不是检察官一个人他是一个组特侦组，他们等于算是一个 team， 然后他们又有这么多的廉政署的官员，这么多人去收集资料，破解你的这个柯文哲的手机，还有你的通联，才有这个结果嘛。在9月5号就已经有财产来源不明罪喽。检察官就已经说了，而且讲得很清楚，是流入妻儿账户哦。你今天陈佩琪还在讲那些，我真的觉得啦，我除了我体谅你思夫君心切之外，我觉得对柯文哲的司法完全没有帮助。那请问黄国昌他们为什么要昨天这么大动？反霸凌的游行是一回事。但是中间为什么会包括你说要跟警方的冲突，甚或到那个禁区，警方也很火大。就是你是本身是总召，你应该带着他反霸凌的游行，跟到总统府喊总统府要不要戒严啊，什么这些东西，显然是两回事嘛。所以我觉得，我也觉得很遗憾黄国昌，你作为法律系的教授，你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法学博士，你不该跟着这个陈佩琪一样这么的法盲，而且理盲，就是说他现在是完全把他推给赖清德嘛，有个赖功德嘛，什么赖功德什么求好心切这个所谓目的良善的功德箱赖功德，就是还在讽刺说柯文哲是做政治黑牢，是被赖清德打入这个所谓的监狱里面去，还在操作这种情绪。那当然他们昨天这个集结要往总统府去冲嘛，当然引发了这个警方之间的推挤因为你没有申请游行，所以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情绪动员。但是你看到人是越来越少我看那天结果，我看检查的快比来的人多了，表示他的气已经散掉，而且经过昨天的他们的这个党立法大会选举，看起来挺柯派还是占优势，所以你看这个包含他们的这个中央委员林富南他是这个
柯文哲最重要的进程啊，他也是他那个选总统的时候的这个副主委啊。另外就是他那个中评会的主席李伟华，他们2位，我觉得他们就是整个民众党目前最重要的啊，因为李伟华也是他们这个所谓的中央紧急应变小组的召集人，这2个人等于是创党元老，黄埔一期。我觉得他们压了住阵脚之后，看起来柯文哲是不会被抛弃掉。那目前我觉得这个，那你看柯美兰也被选上了，说这个，所以他也等于说大家还是愿意相信柯文哲，所以我觉得黄国昌要获得这个民众党的所谓的党魁的这个位置，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短期内是不太可能。不，冠廷，如果你从他们礼拜6的时候整个选举的结果来看的话，第一个证明柯文哲还是他们思想的中心。对，第二个。如果真的这样一路发展下去的话，包括刚讲，可能在年底12月下旬的时候，起诉书会出来。你觉得起诉书出来以后，对他们的想法会有任何一些的改变吗？五哥，其实，在昨天的选举以前啊，我们本来的判断都认为说，起诉书假如出来，对，假如柯文哲真的有收钱，柯文哲真的有贪污、有图利啊，有财产来源不明这堆罪弄在一起。民众党的支持者可能会溃散，因为现在剩5%多嘛，然后甚至这一些我们本来在预测说黄国昌等人会不会就完全反柯文哲，支持民众党而不是支持柯文哲。但从昨天选举的结果，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没这个迹象。昨天第一个，昨天选举游戏规则是这样：200个候选人选111个党代表，而这个党代表在明年1月之后可以去选中央委员，对，中央委员未来可以去选党主席。我讲大结论，昨天这场选举，虽然说蔡壁如他们跳出来讲啊，你们不要分我们派系啊。可是大家媒体人总会去点兵点将嘛，哪些人是想要把柯文哲换掉了，哪些人是想要让柯文哲去当党主席？结论就是挺柯文哲继续当党主席的大胜嘛。尤其黄国昌跟黄珊珊现在看起来保柯嘛，黄国昌他个人是保柯文哲保到什么程度？因为以前他背弃时代力量，到了柯文哲这里，大家觉得他寄生民众党。如果他在这个时候是柯文哲最弱的时候，他跳出来一副舍我其谁，柯文哲拜拜，我来掌握民众党，那黄国昌有可能会玉石俱焚，他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人格上，就是连小草们都背弃他，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嘛，所以他现在只能选择继续挺柯文哲。那挺到底，昨天选票决胜负啊，他们叫黄派嘛，现在就是黄国昌加黄珊珊，就是以立委为主，以首都圈跟新北市为主的这一堆人，现在加起来大概拿40到45席。双北拿40到45席，总共也才111席，已经快过半了。那蔡壁如一开始目标喊得很大嘛，看起来外界媒体分析说蔡壁如希望可以拿24席，可是最后大概是拿15席左右。当然，我必须替蔡壁如讲一下，他有出来讲说啊，你们在算什么蔡派的啊，不一定是我的。可是我认为大家算这个点是算在哪里？现在某种程度把所谓的蔡壁如派，把它归类成就是要换柯文哲了。如果用这个逻辑来算，那就是算换柯文哲的是在极度的少数嘛，挺柯文哲的极度多数嘛。好。这个选举结果会导致什么情形？我认为2点。第一点，柯文哲的党主席任期是到2026年的年底，所以其实还有快2年的时间，他是4年1任哦。2026年底，那有没有可能接下去会变成说不请假，无限期的维持这种状况？请问一下，他的这一次请假的时间到2月8嘛？ 2月对，到228嘛？对，228以前起诉书一定出来，是。那个对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觉得老师还是又回来一开始那一题，你还是觉得看完这些结构还是不会改变？我认为到昨天为止还不会，除非起诉书真的非常一刀毙命啊，就是让黄国昌跟黄珊珊看了之后，你要怎么站出来帮他辩护都很困难。可是目前因为还没看到嘛，他们目前在凯道前面跟所有的论述内容都是这是冤狱嘛，这是罗织罪名嘛，这是未审先判嘛，所以还是起诉定江山。但我要讲说，起诉书出来之后也有可能改变，但目前没有看到他们有预测跟预判起诉书出来之后会打倒他们的迹象，没有。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我预判2点嘛。第一点就是，柯文哲他可能可以继续当党主席好一阵子，这个时间点会往后拉，不会像之前讲的提早换掉党主席。那第二个就是黄国昌跟黄珊珊或其他这一些党内有力量的人士会继续尊柯啦。那唯一的变数就是5哥讲的起诉书是唯一变数。起诉书出来一刀毙命，那可能黄国昌跟黄珊珊不变也难，但目前真的看不出来。所以你自己判断的话，如果起诉书出来以后会转，有2种可能性嘛，一个就是刚刚讲看完以后大家都没得变，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承认这个事实，整体上就等于把柯文哲就算不明摆的把你给抛掉了，那也只是一个虚位就摆在那儿吧，大家另起炉灶。另外一种就起诉书出来以后，酝酿出更大的一个抗争的一个火苗，就像从昨天礼拜6吧，从礼拜6那个所谓的明明是一个反霸凌的开始，从那开始一路以降，然后甚或酝酿起诉出来以后，然后弄更大的一个抗争。我个人觉得
不管起诉书结果是什么，你知道那些人都不会管它内容是什么，这样都不会了。他会持续的坚持是冤狱，死撑派的，对，他会坚持的冤狱走下去。OK，因为很简单，坚持的冤狱走下去，那顶多是慢性自杀。如果现在直接承认柯文哲错误，就直接投胎了。民众党没有柯文哲，就再见了，就再见了。虽然我希望柯文哲他自己能够出来讲，但是问题是，只要在柯文哲没有出来承认他自己错误之前，他下面的所有的党公职绝对不敢有人跳出来替柯文哲承认错误，这是重点所在。所以我觉得现在民众党态度很简单，起诉书我相信很快就会出来了。但是民众党不会管起诉书内容，坚持是冤狱走下去。因为毕竟接下来的选举还是要靠柯文哲的神主牌来撑下去。那接下来我要用关于那个民众党内部的话了，因为关于黄派的问题，我看了相当惊讶，所以我特别去问了民众党的党内人士，来问一下黄派是什么东西？黄珊珊跟黄国昌合在一起变黄派。接下来话要引号起来，是那个人士讲的。OK， 他说黄珊珊跟黄国昌恐怕除了祖先都姓黄之外，应该没有任何的关系。对，他从来不晓得他们两个是一派的，没有听过这个事情。那黄珊珊跟黄国昌有没有在党内拉自己的派系？他说在台面上感觉不太出来，但私下有没有，他的确也不敢说，因为毕竟每个人不同的想法。但是目前看到他们有一些推荐的人选，他们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一些人情上的关系来帮忙他来做党代表的选举。所以对于现在民主党内部，他们也会觉得说，就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但是有没有要换掉柯文哲，让柯文哲不继续当党主席？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敢有这种想法，就算有也不敢讲，因为很明显的，民众党这回很多在选党代表的人的时候，他们的政见里面显示拥护柯文哲，是直接把它列入他的政策跟政见里面一选项，就代表了这些人其实非常清楚，不管接下来2028的总统大选如何，民众党到底还有没有所谓的政党补助款，不 care。但是在2028之前，如果柯文哲倒了，就提前就结束了，民众党就打烊了。这个时候，只要还守护的柯文哲，或多或少，也许都还有转圜的机会。所以我才要说嘛，民众党接下来态度非常好猜，甚至不用猜，他一定是如此，他一定会拥护柯文哲到底。只要柯文哲不认错，民众党从上到下都不会认错。但是这种做法，我也要讲，他只是巩固了他自己的基本的忠实支持者而已。对于中间选民跟其他选民，我老讲这些都是反效果了。因为不管是陈佩琪写的文，或包括民众党很多的人出来发言，那些替柯文哲辩驳的理由，我觉得对一般民众而言，听起来是非常荒谬跟不可思议的。OK， 可是你会注意到有另外一个面向的一个东西，就是好了，我同意，一个政党离开了，平常讲江俊也是从国民党离开，对，但从国民党离开，总是大家心里不是那么舒服，这个我相信一定是当然，但是民众党所有离开，或应该讲柯文哲身边离开的人，不管是市府对，或是政党，只要跟他离开的人，那基本上几乎都是势如寇仇。对，有没有注意到有这个特色？对，为什么？这不一样哈。我想我离开，我还包括没有离开的，蔡壁如还没离开，这几个都是还没离开，这几个是还没离开，对，还没离开就已经这个样子了，还不要说离开的。对啊，为什么？这是有理由的哈。我离开国民党不是我痛恨某一个人，OK， 是因为理念嘛，我的理念92共识，我跟他们不合，所以我离开了。那我跟其他国民党地方的议员有没有互动？有啊，我们还是很好啊。为了推动桃园市政，我们是可以一起来坐下来谈的。这是为了理念而离开。目前柯文哲的民众党离开民众党的绝大部分被斗臭、斗垮、斗烂的，都是因为柯文哲。朱慧荣讲了什么？这个党是不是应该好好走下去？暂时把主席的事搁置，甚至呼吁主席你要辞职，哇，不得了！如果今天这是一个为了理念的政党，会接受他的话，会接受他的话，你讲的有道理，我们是要讨论一下。不，民众党不是一个正常有理念的政党，它是柯党，是偶像政党，是神明式的政党。那你们离开也是一个明智的。人家要不要简单补充一下？那个民众党这几个人，这个放话来放话去就比那个蓝色蜘蛛网还厉害。这3个人，陈志涵、蔡壁如跟朱慧荣，在柯文哲不同时期的时候，都是柯文哲最接近的人好友。蔡壁如的角色不用多讲，陈志涵的角色不用多说，朱慧荣的角色是非常奇怪的，他就是个志工。柯文哲会去跟司法案件里面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会叫朱慧荣说，不然你整理一份跟我讲一下，说怎样导致朱慧荣到最后被传去。
今天这3个人都自认为是柯文哲最核心的人，不是吗？蔡壁如不用谈嘛，蔡壁如到今天为止，他的讲法还是一样啊，他没有要跟柯文哲切割啊。即使很多人在骂他或干嘛的，蔡壁如有可能今天出来讲说，哦，没有啊，这个柯文哲有罪，他都不敢跟谢立功一样嘛。那你说今天朱慧龙的那个状况，他会变成就是说，好，今天大家在那里各自咬一咬，你说今天为什么陈志涵没事会去对着朱慧龙讲？因为很简单嘛，这个陈志涵曾经批评朱慧龙是什么？你就是个志工你是志工，然后在那边为了上通告什么什么讲，他讲的话是很重很难听啊。朱慧龙今天也讲什么？他不要在这件事情再不断的纠缠上去。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些人的话其实拿出来干嘛？不是讲给对方听的啦，都是在讲给柯文哲支持者听啊。朱慧龙今天也讲什么？他不要在这件事情再不断的纠缠上去。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些人的话其实拿出来干嘛？不是讲给对方听的啦，都是在讲给柯文哲支持者听啊。我才是柯文哲身边最重要的人。朱慧龙可以跟柯文哲讨论他的案情该怎么说，陈志涵也有啊，没事看着手机，看看上面柯文哲的讯息，仿佛柯文哲还有交代什么事情没做。神明，那托梦的是她老公嘛，就是说入梦的那是老公嘛啊。就说现在看起来，民众党它确实会呈现一个状态，比如说这一次的党代表选举完 ，OK， 它有一个更奇怪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按照它的规定，1个月内要选中央委员，没有人知道中央委员选举日期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选举日期是什么时候，这不是更奇怪吗？因为如果按照规定是这样啊，我那个礼拜6开票，开票完了之后就知道谁当选，你就一个月内你时间定出来。我今天问了谢立功，我说，你们这些选中央想要选中央委员要干嘛？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投票？我也不知道，调查也不知道。可是中央委员这件事会很诡异，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柯文哲能不能继续请假，到最后谁来决定？就这些人就中央委员跟中评会，就你们这些人，因为中评委会针对说有疑义的或干嘛，他们现在去做解释。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他们在等什么？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他没有要告诉大家，你日期出来就好了啊？那要等什么？我认为他在看检方的态度、动作。1个月内，你现在1个月内到什么时候？到1月10号了不起吧？1月8号、9号嘛。那12月底如果检方，因为他延压再怎么压也到1月5号左右啊。对，所以这是最奇怪，就是说怎么会有一个党的选举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就你要选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投票，然后大家在那里等他党里面出来公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所以您刚刚特别提到说会不会有可能柯文哲再继续又请假或干嘛了？那又得等谁来决定？我认为大家现在都在观望，观望一个接下来的风向到什么程度？那之后要去选的这些人，因为他会牵扯到的是，如果他是挺柯的，或者他是怎样，他未来进入到中央委员里面之后，会不会让柯文哲顺势再继续的被请假？这件事情就会影响到他们了。我想补充一点，他们在等什么？我个人认为是在等柯文哲做决定。柯文哲不要以为他关在里面，他还是小电视可以看。所以很多的决策，我认为还是要以柯文哲的下达指令，他们内部的人才敢动作。因为如果没有柯文哲首肯，他们自行决定了，是不是代表他们有叛变之心？所以我觉得，因为老实讲，因为这很奇怪嘛，说党内的事情应该是要有一个团队来处理。可问题是以民众党这种单一政党或者个人政党而言，几乎一个团队是摆好看的啦。原则上主席决定什么就什么。以往我相信一定都是主席决定的，没错。而这一回主席在里面，那现在这个所谓的。算是什么小组啊？他们叫调查小组、应变小组、中央警力。我跟你保证，这个调查小组没有一个人敢下最后的决定，因为如果他下决定没有经过柯文哲的同意，他等于就想要篡柯文哲的位。所以现在我个人觉得，为什么民众党拖了这么久，没有办法赶快确定时间，是因为他还没有办法得到柯文哲的答案。所以等到柯文哲的答案，我相信很快就会知道中央委员选举的时间。他怎么打？他能够收，他看电视会有律师进去进谏啊。不会有说到土城去拔杯。OK， 可是现在国内。除了你说大家会关心柯文哲，因为看着时间，12月底很快就会到了，那到底起诉书上面会怎么写以外，冠廷是这几天国内尤其在网红界，对，那一片叫腥风血雨吗？对。对不对？陈血腥，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是8炯拍的一部片，对，这部片我先讲，在录影此时此刻点阅已经超过200万，
非常夸张的数字，那是一支1个多小时的片子。正常来讲，这个时代长片大家不会没办法看。然后基本上我认识的所有朋友是一看下去之后，这支基本上是都看完的，因为内容太过于真实，而且那是真实的片。里面揭露什么事？揭露中国的统战部门怎么收买台湾的网红。然后最重要的是，不是八炯自己拍，他找了陈柏元拍。陈柏元以前就是被中国收买的网红，然后现在跳出来去讲他怎么被收买过程，以及在这个1个多小时的影片当中，打电话给以前他知道曾经有跟中国有一些接触的人，无论是从台湾移民过去的人，还是说现在正在接洽中的人，这整个过程当中把它全部的揭露出来。那大概几个结论哈，我收敛一下一个多小时片，大概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他们的路数大概都一致的。一开始先讲啊，台湾现在状况不好，有空多来中国大陆啊，来这里啊。但是当聊到后面，那你赚的多不多？都赚的不多。所以后来他那个整支片我们看完就知道，中国的逻辑是这样啊。台湾的网红或台湾要被收买的人去那边，是他们给你一个勋章，包含让你接受表扬，你是中国官方认可的。可是当你到了中国去之后，基本上台湾的线已经断了嘛。我相信台湾这是蓝绿白的共识，就是去接受中国统战单位前的这种舔共的网红或舔共的人士，台湾是没有空间的。基本上在台湾就政治死亡了。所以他们只能在中国混。可在中国混之后，流量是不是掉了？流量掉了之后，中国也不理你啦。所以你怎么赚得到钱？这个逻辑搞懂之后，进而第二件事情，就中国的官方的媒体《海峡导报》。八炯他们也跟林进东联系。林进东是谁？八炯真的超厉害，他在里面埋了一个梗。他在影片当中讲说，林进东是《海峡导报》的社长，故意讲错，然后引的林进东出来。当然，中途帮钟明轩讲话，这个我不论啊。钟明轩这谁对谁错，有没有拿钱，这未来再去厘清。可是后面他就跳出来讲，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过我是这个《海峡导报》的社长？我是里面的社委委员哦，社委委，我是委员。好，结果没想到中了八炯的计。八炯跳出来跟大家讲，我是故意用社长这一词，因为我要证明他真的是《海峡导报》的同仁，才能逼他出来质证。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200万点阅这一集是上集，下集更恐怖。八炯他讲他下集这部片拍了几个事情哦。第一个事情，他到了《海峡导报》，就是这个做台湾统战的报社的内部去拍了影片。所以他怕到时候林进东跳出来跟大家讲说否认说这不是里面，拍谁哦？你已经证实了这就是你哦，你是里面的委员。第二个我觉得更恐怖，我今天稍早录影前有传讯息给八炯说你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那他是讲说他有跟警政单位联系，因为他的下集是要去揭露台湾在地的协力组织，包含公庙。我们一想就知道会多么恐怖，是怎么跟中国对岸拿钱对接，然后拿完钱之后变成去吹捧中国，然后贬低台湾。变成是媚共的人士，就这一堆东西，在他下集会把它揭露。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出来就大家就认知到就好了嘛。可是我觉得后来搞到一点，就是我觉得真的不用这么不分是非啦。包含像今天有一个人就引火自焚，那个立法委员叶元之啊，我觉得真的很瞎。就这个事情，他跳出来居然在立法院讲说，我们也有去收买中国的网红啊，然后就往上就被延上了。他去调出我们观光署。跟中国的媒体以及跟中国的网红合作的预算，那是每年例行性预算。商业合作生活合作叫收买哦。什么叫收买？我跟你讲，什么叫收买好不好？收买是我们的网红因为被对方拿了钱之后，要求讲媚台的话，要求讲媚共的话，要求讲贬低台湾的话，要求讲中国好棒棒，台湾好烂烂的话，这才叫做收买啊！你怎么会把商业合作说成是收买？所以反正这个事情后来网络上真的烧很大了。那我讲结论，我认为这件事情对台湾最好的好处是什么？我认为接下去我们媚共网红的数量会大幅下降。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人家有拿钱的拿一点点，你没拿钱的要当志工吗？就这些志工的媚共网红会，我觉得瞬间的减少。然后第二个是，当大家知道其实你跟老共合作无利可图啊，我认为也会大幅的变少。OK， 我补充一点哈，其实刚才冠廷讲那个是超危险的，超危险的。中国对我们统战，我们当然要防啊。那我们当然会对中国渗透嘛，我们敌对嘛。当你点出来说，我告诉你有预算，我们正在对敌怎么样怎么样。大家记不记得96台海危机的时候，办掉多少个我们军情局布了多少年的将军，全部被抓起来，有的死刑，有的终身监禁。所以我觉得担任一个政治人物，你要搞清楚敌我立场。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当然会做渗透跟调查，可是你不能公开说嘛。今天八炯这个是我们揭露的哦，
不是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哪一个记者揭露的。我觉得怎么会？他们做，所以我们也做。我们当然要做啊。那你说我们还研究武器对解放军呢？那你要不要公布一下我们研究了什么武器？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千万不要为了做政治的所谓的对抗而出卖了国家的利益。那况且这一次很明白，说观光署很聪明，没有，我们就是做观光做推展。对。如果真的有，我告诉你，对不起那些人家属。或者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有稍微再关心一下国际的经济局势的人，你就会发现说，中国现在真的经济是很不好。那经济不好到，我觉得连他们可能要来收买台湾这部分的预算，也都是大幅减少。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也看到，因为我其实对网红这个完全没有接触，我根本搞不清楚谁的特色是什么，谁是谁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今天看了之后，我就发现，所有人我都不认识，所以我也没有被渗透的机会。那当然，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让这些网红也知道你的利益越来越少了。如果你是为了赚钱，那其实不需要，因为那边也没钱，没得赚了。那这种情况之下，自然而然就少人去做这件事。只是说刚提到的。下集是用公庙，我觉得公庙它有一个麻烦点，比如说就我所知，台湾还蛮多庙跟中国还是有交流。对啊，对，他讲那叫文化交流。对，就是说现在什么叫做公庙统战，你要怎么去定义？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点，因为如果是交流，我自己的台湾的庙去寻根或什么的，或者是庙一起去的，没有，就是他们那边没有出钱情况之下。那如果今天把这样子只要有去交流的，都算成是有被统战或是什么样，我觉得这在台湾会引起很大的争议。现在意思是说，交流跟统战对还是应该可以分得出来。对，就是你要谁去定义，怎么定义？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要去触及这个议题，你要先定义清楚，不然很多像我前一阵子才听到一个朋友的邻居。也跟阿里的可以，我说，你去干嘛？他就讲到说，爱朵公那个去什么3天4天，然后多少钱，然后每个人出多少钱啊？他们都从头到尾只去庙，没有去任何地方。然后就我来讲，因为我知道他的政治倾向也是绿的，那我就会觉得说，你自己政治倾向是绿，你去，我觉得会有风险，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你是怕他去那边？对，比如说你都是按卓冠廷站，那你去那边，你可能会有面临到风险。但是他们就很单纯，他说拜拜有代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要去触及这个的时候，你要让人家知道说，所谓的收买是什么意思，所谓的被他们给是什么意思。那好，另外一种学术，因为我听到比较多是学校的，那其实学术这个我反而觉得有问题，但好像比如说很多的大学高中生都会把学生带去，然后去交流，交流完之后，他们就给你一本红书，那这样算不算？其实要我来看的话，我觉得这反而有问题。我补充一下就是这统战团嘛，我们大学很流行啊。我10几年前那时候就有，就是大学的时候就会有同学，然后来说，庄婷有一团到中国去玩，不用花很多钱，12000块，5天4夜2000块。然后你知道去的是怎样吗？去，然后都有当地学生地陪，男生旁边或者女生或男生陪。陪到哪里？没有，就是交流，真的是交流，正常交流。我以为，可是我跟你讲，那个去10个同学去，回来有1、2个。真的被完全洗脑，回来真在台湾每天就是讲中国现在很棒他们还跟我讲，庄婷你知道吗？给我100年，我们可以产生一个新的纽约，但是你给我1000年，无法产生一个新的西安。我就是，对，很多统战话语，因为旧的都被弄掉，所以我觉得学生这个部分反而是要比较谨慎，毕竟是学生。可是你说公庙，我觉得公庙你可能要先界定清楚，比如说你有拿人家钱，比如说你去完全都是对方出了钱，那也许这有争议，这真的有问题。我觉得公庙你可能要先界定清楚，比如说你有拿人家钱，比如说你去完全都是对方出了钱，那也许这有争议，这真的有问题。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议题要比较公庙的人比较多。所以不以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慧珍讲那个界限之间到底该怎么样去判断？我先说，两岸沟通到现在越来越复杂，现在已经复杂到连用字都要非常小心跟精准。交流跟统战2个完全不同的字，但是怎么样在实务上要切开，其实不是这么容易啊，因为谁知道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做这个文化或者是一些运动的交流。然后另外我觉得也很麻烦，就是刚刚冠廷讲的合作跟收买，这个也要定得非常清楚啊。先讲啦，我们
跟对岸的网红，我相信一定是合作嘛，因为我们是希望就是把我们台湾好的东西，让他们帮我们做宣传，我们不是要。光复大陆嘛，应该没有这么严重，应该没有那么多。就是我们跟对岸的网红合作，是希望对岸的网红能够把台湾的美让对岸知道，减低双方的敌意。我相信这毫无争论。但颠倒过来，对岸如果跟我们台湾的网红合作，宣扬大陆的好，可不可以？我觉得可以，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毕竟各国都有它好的地方。但如果他是收买，希望我们的网红做出一些贬低我们自己国家的，不管是言论也罢，行为也罢，那就是完全不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这讲得很清楚啦。那原之委员可能讲得太快了，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在这个到底有没有收买的部分上，他可能被大家所攻击。但是我想讲的是，双方讲句难听点，就跟间谍一样啊，或多或少都会派一些人去了解对方的情况啦。只是说在这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损失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权益，跟我们国家的一些优势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必须要讲清楚。可因为刚讲好，你说譬如巴总这个已经有200多万订阅嘛，对不对？对，他要下集更恐怖，他自己说更恐怖，更恐怖。可是如果这样一样下去的话，第一个，现在网红界大概每一个人都在想，我有没有跟对岸有过任何合作的？因为你现在就觉得只要有合作，感觉上就会变成这个样。这个我觉得，然后现在还讲到说。很多行业嘛，对啊，连我们的棒球界有没有，然后学术界还有这些，然后甚至他讲说，一个城市就破千，那我不知道那个城市是指1线的还是3线。如果1线城市19000哦，对，3线城市，那不知道多少，那人对，就你不知道该怎么算。所以这些为什么刚刚会这样讲说？可是你现在到底该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对，这个我就要讲，就是大家还是要保持平常心来看待，因为。对方假设台湾的网红跟对岸有合作，他讲的东西只是叙述对方风光明媚或什么等等好的地方，那我觉得真的不要去特别苛责这些人，因为本来就是一个互相合作，我们也会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如果那位网红的确做错有种国格跟让我们泄密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必须要来办。就像我会建议赖政府先去办一下这个赵天麟，他亲中立委，我觉得相当有问题，好不好？这个是动词，好不好？你确定有做了，先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泄露国防机密。用同样的方式，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让台湾陷于危险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要用最严格的方式来办他。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真的不要让大家太过恐慌，因为两岸的交流，说实话真的没有办法避免啊。你说你有没有用大陆货？你有没有看对方的一些大陆剧或什么？对，它叫视频，我们叫影片。对，就影片。对，那你们用淘宝去买一些东西，或者你有没有用大陆制的东西？我觉得，除非真的断绝两岸的来往，要不然很多的交流是绝对跑不掉的。所以，怎么样让这个交流能够变得更健康，而且要让两岸交流越来越多，减低双方的敌意？我觉得现在执政党必须要尽努力来做这一块。OK， 刚才慧珍讲宗教哈，你说宗教跟统战有没有关联性？我们看上是没有，中国就是完全，它本来有个管宗教的国家宗教管理局，它2018年3月并入到哪里？并入到统战部，本来是国务院下面的一个政府部门，我们可以讲它比较中性一点，它直接并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部，就说宗教工作就是统战工作了，中国已经很明白跟你讲了，那我们这边自己不承认，那是我们的问题啊。那你这样会变成永远你就下令嘛，就不要交流。如果是这样，就不要，你就下令，你就下令呢。因为对方已经是这样做了，但是我们当然要，我们是法治国家啦，我是觉得还是要客观来看待。如果他只是单纯去上香，那我觉得那没有问题。那如果他已经有所谓的党，因为中国的说连庙都有党支部啊，那怎么办？对，连那个神父要宣教之前，还要先跟习近平先给他鞠躬，还要先唱国歌，所以。我觉得，但是这个界限怎么切？我觉得，但是我们两个，我都跟他们讲说，那个神都不在了，对，因为神早就被破碎就破掉，所以连圣经都被管制了，圣经还要用这个铁链锁住嘞，不能带出教会。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确是把宗教当做一个统战的工作。但刚刚讲到这个陈柏源，其实应该说2014年开始，太阳花学院，我觉得中国就惊觉一件事，就台湾年轻人对中共是非常讨厌的，所以他就开始。投其所好，他们这些人去，他一开始也不跟你讲什么政治，就是讲美食啊，讲旅游啊，所以他们一开始去也不觉得有特别，而且陈柏源是在美国念高中哦，他在美国念高中，然后他去中国的华侨大学念书，那我们想看一个念高中，美国3年这个民主运动、民主教育的人到那边去，他竟然完全被洗脑我刚看那个影片，我看也蛮夸张的。那华侨大学，因为我以前在金门大学教书，我们有跟华侨大学交流嘛。华侨大学就是在福建的泉州，我们知道那个泉州是很多台湾
的祖先嘛，张全二弟。那这种学校，我刚刚讲过，它华侨大学它下面归谁管？是归国务院侨务办公室。OK， 这个办公室也是在2018年被统战部给把它给纳入统战部里面。所以华侨大学它就从里面去找这种所谓的像陈柏元这种台湾人，然后呢讲台语讲很好。然后让他来做这个嘻哈，因为你看这几年中国有什么？中国有嘻哈呀，OK， 中国什么新说唱啊？那过去他们会觉得说，这种闽南语我们叫台语，叫闽南语不入流，他们还是强调说你要字正腔圆，你要去什么中央电视台。可是他们现在改变方法了，就用这种台语的方式啊，或者闽南语的方式来造成这种饶舌，然后来对于，因为我们要看福建有多少人，4188万，它的市场是大的，还有东南亚的闽南人，啊，新加坡、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台湾的确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哇，我去那边一炮而红，我中国的市场很大，然后我又可以返回来台湾。所以才会发生这个情况。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闹大也好，让大家知道说，这些人到中国去，事实上他们并不如外界看的光鲜亮丽。而且他后来说什么，就是因为陈柏元一个好朋友，他妈妈是纪委，要并他的公司，然后就说你的公司有劳工问题，我要把你并掉。这种东西在台商是很多的，你根本斗不过他，所以陈柏元才回来嘛。我觉得这也给我们台商很多看一些启示了。你看，刚好最近这个豪大鸡排也回来了，你看最近这个这个八方云集啦、王品啊、85度 C 啊，都回来了，表示什么？真的中国的市场不如大家所期待的那么多。是其实因为我有长期在做什么美甲这些的，其实你会发现哦，大概现在从15岁到30岁这个年龄层的女性，只要你来做就是那个可能化妆怎么化那些，她们长期在看小红书，所以我觉得文化的一个侵略的这个议题。比如说，你现在一直告诉他们说，中国很可怕，中国很可怕，可是他就看小红书啊，他所有的接受的都是小红书啊，那而且国中生听说更多，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样去跟他讲公庙很危险，跟他什么很危险，可是小红书不危险嘛，所以怎么样去防堵，让大家有这个意识，其实还蛮重要的。我觉得没有抱歉，我插一句，我觉得是。我们台湾不管是哪个执政党都一样，要把台湾的竞争力做出来。老实说，如果我们能够引领潮流，那是我们去统战它，而不是我们被他们统战。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必须要有。就像之前我们很喜欢看日剧，后来很喜欢看韩剧，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台湾的偶像剧也非常的风靡。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产业能够让全世界都羡慕？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了。文化统战是一块但我要想强调一下刚才5个人那个问题，就是说。收买跟合作，其实老讲那条线在哪？其实我想一想，我觉得很好切啦。就是说他们现在的收买是怎么搞？他们是试图跟你合作之后影响台湾的政治嘛？比方，你看这个影片当中1个多小时，或者是之前也有听到很多相关的，是比方说中共跟你合作，叫你痛骂说民进党政府很烂，这种是不是介入台湾政治？绝对是嘛，这就比较明显。对，然后再来，比方说他们要发文或留言的时候，这有网红也有现身说法嘛，说强调说宁可住大陆。也不要住在独裁的台湾，这是不是？这种就是收买，这就是收买嘛，收买你，让你的意识形态，然后完全带这样的政治风向。我觉得差别在这里。今天原子委员讲那个我们的观光署跟中国的合作，我会说在合约里面讲，请你那个跟台湾合作要强调。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国民国独裁的，对，然后就完蛋了嘛，他们不可能嘛，我们没有这样搞，可他们是这样子搞的，我觉得差别在这里。OK， 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当然你说两岸之间的像这样子，包括前一阵子你说中国大陆一些学生来，或者我们在国内其实引起了非常多的一些讨论，因为你怎么会叫我们的那个女高，对啊，然后什么盘丝洞啊，什么类似这些，然后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后来慢慢也引起了变成两岸之间的一些的问题。可是那时候大家引起了另外一个注意点，任俊，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人来，你说要来交流，他的飞机也照飞啊，他的军舰也照绕啊，他没有因此少一点点啊，而且赖清德总统出访那时候，大家就听说，老共那不讲说他会在赖总统如果回来以后，有可能做军演。他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军演，可是他今天上午我们的国防部释出来的讯息是，他已经宣布有7个地方空域要保留。是，这通常可能会是你要军演的前奏。所以他真的就是要，反正他就是见不得我们的总统出去的，你只要出去，我就给你来一次，就这样吗？因为上次有联合利剑2024A，然后 B， 现在有没有一个 C 啦？
那确实，因为最近的局势是包含到韩国啦，那过去在美国是让我们讨论过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兵推基本上，不会只推单一国家的问题，他一定推的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有2个以上的地方，美军有没有办法同步的动作？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韩国的部分，你可以看到美国希望尽快的让他这个止住。不过现在因为这个尹锡悦的状态，老实讲，什么样叫做说他已经暂时停止这个执政的这些实务政务？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你的这个执政党、你的党魁要来取代还是怎样？那个都是个问题啊。但因为最近有提到，就是说关于是不是中国大陆有打算要去进行联合就是再进行一次军演？因为其实老实讲，上一次的这个军演的力道其实外界来看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很强。那没有很强，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还是完成了他围台的一个做法。好，那这一次传说，现在国防部已经讲他完成应变中心的开设嘛，那后面大概基本上都是一贯的说法比较大的差别真的就是说他宣布说有7个，而且你看他的时间是今天到11号。那过去如果中国大陆要实施这个联合军演的话，联合利剑军演的话，他也不见得说我今天封锁这个空域，或者我空域保留完了之后，我一定做什么事情。有时候可能只打一下没打，其实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要另外回来看另外一个新闻先从这边接过来现在是讲说，在台东老叶园有民众发现到了这个画面上面这一台一台的这个车子那这个车子大概是我们的这个海丰大队的车我们的这个海丰大队的车那过去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以海丰大队来讲，它所配备的其实就是机动反舰飞弹。那比较大的差别就是说，因为海丰它过去我们在看到这种所谓反舰飞弹，它比较像就像你现在这个画面上面所看到，就一排的车子都停在那里但是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在路边那个停留，因为你看它那个车子旁边的那个支架没有上来然后其他的也没有进来不过比较大差别，因为他是说在老叶园区那里老叶就是以前大家槟榔吗？哎呀，包槟榔那个啦包槟榔那个叶子通常那种树不会太高大，因为它是藤蔓型的那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说现在对于我们来讲，为什么要在花东这个地方？因为联合利剑 A、B。都有针对花东的地方，它有它的船舰在那。那海丰基本上它比较大的差别就是说，以前进入到这个飞弹阵地一定要求隐蔽掩蔽，但现在不用，为什么？打完我就跑，所以我不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景深很多啦，然后很多这个那个树干嘛帮我遮蔽，其实不用。那我认为它其实本来在强调就是所谓机动的这一个状态。那当然，因为说这个亚太局势大家最近看得到，就是说又一堆的军演又出现了那美国、日本跟这个所谓的澳洲从12月6号到12月14号开始呢，进行了一个联合军演。那这个联合军演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针对岛屿防卫，针对性感觉上是有而且日本派出了5500名的这个自卫队，然后呢，美军有1350名，另外澳洲的这个士兵大概有250名左右。那这一块呢，也被认为说是1981年以来这个3国共同举行联合军演里面最大的一次。那比较特别是南海这个地方美国、菲律宾跟日本呢也举行了联合海上军演。那这个演习多久的时间你知道吗？1天，只做1天。OK。那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其实，因为他特别提到南海嘛，菲律宾跟中国大陆过去在南海里面，不管是在南海的主权或者是在岛屿上面，甚至菲律宾的船，那个他们其实争执都很多。但比较特别是因为日本有一个5月雨号的这个所谓的护卫舰。它很早就停泊在菲律宾这里，而且这3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演习他们的前面的会议是在日本的5月雨号它的这个护卫舰上面做，所以日本接下来就过去大家会觉得说日本是不是受美国之托往这个南海的地方去做？我认为它其实是进来了那后面你可以看得到是日本在这一段时间也试射成功所谓124的陆基反舰飞弹不过因为它其实从今年开始已经试射过5次了。陆基3次，海基有2次。那这个呢，它的飞弹基本上射程因为以前自卫队被认为就是说它的武力是被受限。那这一次它的这个所谓的增程反舰飞弹，目前看起来它的数据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那1000公里远的话，你可以画那个半径出来，那个其实深入的地方就蛮多的。OK， 但是范老师，
韩国现在是不是有点乱了套？对，弹劾没有过嘛？对，差2票嘛？对。然后接下来，然后是执政党，就尹学月的那个政党说尹学月他会慢慢，就等于是他的政务，然后会这为什么他们执政党自己就可以决定？他是投票选出来的总统哎，对，那为什么会他们执政党决定这样？然后那他的政务要交给谁？对，现在是总理代理，现在是对，因为韩国他是没有副总统，那总统完就是下面就是总理，对，所以目前就是由总理来代理政务，对，那个国防部长也换了嘛，那他说主要是他们比较担心是外交啦，内政的部分我想应该还好。所以我觉得昨天总理有出来讲话嘛，就是说他们会比较重视，特别是川普即将上台，那未来的这个美韩关系，他也不请辞，对，他没有请辞，他就是对我还是总统，但是我什么都不能做，然后我就反正权力就交给你，然后那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讲，万一有一天尹锡悦就跟你讲说，我还是总统啊，好奇怪，我还是要恢复我原来的职权啊，谁能告诉我不行？他现在是我跟柯文哲一样请假中啊，他现在是被这个等于说是禁止出境啊，还是可以在我被限制出去，那是司法，你们要调查我有没有叛乱或是内乱啊，不管外患内乱，不管你怎么样，韩国法律我还是总统啊，对，但是就变成说有职无权。然后也无责，就现在变成他原来是一个韩国人，大家用税金去养他，对，然后住在这个总统官邸里面，那所以我就讲说，韩国现在就是他们也是政党内斗到，宁可不能让在野党投票弹劾通过，我宁可让他自宫，对你自宫，你现在就什么都没有了，对，然后宁可做到这个样子，就是不能让他弹劾过，对，就是这样，对，而且这背后很复杂了，因为现在我刚刚讲过，就是美国当然也不希望这个时候就是把它弹劾掉了，因为弹劾掉之后，第一个他弹劾掉，他还要送到这个宪法法院，宪法法院他有半年的时间进行审理，当然目前要有9位的大法官，有6位同意，现在只剩下6位，对，那完了之后如果通过的话，那可能要在60天内要进行改选，那变成说韩国的政情就会陷入一个非常动荡的状态。那目前来看，如果真的要改选，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几率是很高，因为他这个第一个爬进那个国会，对，因为他2022年那时候跟李锡悦选，他只输了0.73%的票，因为他现在声势正好，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等于说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力量党本来有一些人想跑票，快跑不掉，因为他们担心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会不会成为国民力量党的罪人？因为如果改选的话，那整个行政团队全部都交给了共同民主党，就政党变天嘞，对啊。那这两天之后，那可能国民力量党完全的权力就消失了。所以在大局为重之下，虽然我认为国民力量党有人是反对尹锡悦，可是不敢站出来。但是范老师，其实后来透露出来的讯息是比较符合我们的想象的。我们一开始就讲说，当你敢发布戒严，最合理的理由是北韩动手，所以你要发布戒严，这是最合理的嘛。结果后来释出来的讯息是，他们的那个被抓的国防部长金荣显。他们真的本来是打算就是去激怒北韩，因为不是他的气球一定要那样飘嘛，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他等于某种程度去攻击北韩，让北韩也动手，他们就让他的戒严有合理性。所以全世界其实某种程度是在那千钧一发之中度过了很危险的一个礼拜。这个我们在那个韩国电影里面也看过，是啊，就是那个南韩呢要选总统嘛，对，他们就总统代表团跑去北韩，让当时这个金正恩。叫他射导弹，然后打弹之后，韩国就一直要对这个这个北韩就有利于这个保守派，就是国民力量党的这个系统，就是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那个电影情节了。那现在真的出现了，现在反而是这个就是这边讲的金荣显，他其实在今年8月才担任国防部长，对，然后他就说准备就是他就是想要叫北韩呢，就是对北韩释放气球之际来开枪，来让这个北韩。也对有韩对南韩就是这个进行攻击，那他就有机会进行戒严，所以他是要演这一出戏，那金荣显现在已经是被这个他等于是被紧急拘捕，而且他是用内乱罪逮捕，而且他的手机也被这个没收，这一定是先收手机，对，叫黄金手机嘛，对，我看里面你的所有的通讯，它可以证明。
包括连尹锡悦跟他之间是不是有内乱的算共谋吧？对，但谁是主嫌，谁是共犯或什么，大概都从手机看得出来了。我补充一下，其实这一次真的是千钧一发，因为事实上他们所下的令是叫那个特种部队去逮捕那些议员。但谁是主嫌，谁是共犯或什么，大概都从手机看得出来了。我补充一下，其实这一次真的是千钧一发，因为事实上他们所下的令是叫那个特种部队去逮捕那些议员。那他们真的是要冲进去，然后还好议员就赶快先进去。其实是在于那些军人傻住。因为他想说，我为什么要去攻击我自己的国民？所以后来今天好像有一个，就是这个特种部队的那个头，他出来他道歉，而且他说所有责任归在我，他应该在第一时间他就要拒绝。但是他后来就是变成他们是到了那个议会门口，然后不敢抓人，然后真的不敢就是逮捕，然后后来就放他们这个全部进去，然后才你知道吗？如果他那时候军人真的抓的话，开不了会，其实就已经戒严的。不是，这那媒体上面讲说他们的特种部队，其实你可以想象，大家还记得台湾在以前的那段时间，就戒严的那段时间，我们也曾经有发生过有部队。是不是有可能要政变的一下？那时候叫兵谏吧，对吧？那时候叫兵谏嘛，兵谏就是好讲白一点，就是将军是装甲部队嘛，清军侧啊，清军侧嘛。那时候讲兵谏，所有的部队，各位你知道，像如果好，我们那时候当狱官，然后如果还有当兵的，我怎么可能知道我要干什么？一定是师长下令，然后旅长，然后一路往下就讲演习。大家我们今天的演习就是往北，那要往那个台北附近，然后再拿一个设定目标，我们一定就跟着走啊。到了那这次南韩特种部队他们的说法是，他们一开始以为是要去斩首金正恩，所以特种部队精锐直升机等到降落在首尔国会附近的时候，下来以后才知道我不是要斩首金正恩，我是要去逮捕国会议员。对，所以他们就讲，怎么会是这个样？对。可是，一开始的设计的做法是很多国家最担心，因为部队你不会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你要干什么，是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你才知道你的任务。还好那些部队会觉得，我怎么会是这样？跟我当初想象完全，我练了半天的特战神技，结果是跑来抓议员，像话吗？将军，可是说实话，如果金荣显真的这样干，他是有可能就真的发动韩战啦。这应该是讲那个特战部队的指挥官头脑是清楚的。OK， 因为如果就跟刚刚小武哥讲的一样，如果一个特战部队的指挥官他要硬干，他可以讲100种理由让这些特战部队的军人强行。例如说，不要怀疑金正恩在里面。对，这群议员是要护着他的。我们一定要把他逮捕，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才讲，这表示军队跟军阀是不一样的。现在南韩的韩国的军队，他很明白这是不对的。OK， 那你知道吗？那个指挥官他不下命令硬突击进去，那些士兵就不用动。那他要扛所谓的违反军法的那个，他是违抗军法，他是被法办的。所以他的抉择那1秒钟决定了这个事件，就是不行，这不能做，有事我扛，不要动。所以你看那些军人在那个围篱笆，那个矮篱笆跳不过去，那就是放水，就是放水了。所以我才说军阀跟国家的军队就差别在这里，一个会做正确命令的判断，那一个呢是不择手段达成命令。所以我说，如果这个指挥官要达成命令，他可以编很多种理由。其实将军刚刚讲的有一部电影是丹佐华盛顿跟一个很资深的老演员，一个是他们都在潜舰上。丹佐华盛顿是副警长，赤色风暴，赤色风暴，就庭长接到的命令是要发射核弹直接攻，因为美国被攻击了。是，然后丹佐华盛顿说，金哈克曼，对，然后就那丹佐华盛顿说，你可不可以再求证一下？因为这个飞弹一出去，就世界大战了。然后就两边甚或变成潜艇里面变成两派。结果后来的结论。那是那个命令是有误，但是因为潜艇在太深的地方，他没有办法完全接收到，我印象中最后是那个舰长，你想想看，他接收到的就是叫我发射，我哪有什么好判断？理论上军人就是你接到，只要所有一切符合就干了，对，就执行，要叫你就执行。
但是里面有人就是那个人性的挣扎，觉得不对，我到底该不该做这些事情？他就觉得有很多都是当上面好下令镇压，你要不要镇压？你明知道这不太该干这个事，所以后来我印象中那部电影是那个舰长。最后他被退休，他被退休，然后推荐丹佐华盛顿，对他出现这样一些，像将军刚刚讲，好，我们这样举一个例子吧，将军，譬如像叙利亚，是50年的执政，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知道的国际领袖之中，一定有一个叫阿塞德，对，你就不懂为什么永远叙利亚总统都是他。OK， 你在慢慢年纪长了以后，你就知道原来他就是这样。可是将军就像刚刚讲吧。部队反叛军打进去，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可是这一次摧枯拉朽，为什么这么快？这一次我告诉大家，就跟大家讲，叙利亚你要提到他们的领袖就是阿塞德。那不管是阿塞德都是他家族，都是阿塞德。不但是你看还有铜像，你知道这个石膏像被拖倒，为什么？然后这次阿塞德的，其实他2011年就差点成功，差点就推翻了。后来2011年是谁？是俄罗斯跟伊朗强行用化学武器介入。把这个反抗军给压下来了。那从2020年以后，阿塞德慢慢稳定住了，就等于说他是老大了。然后因为阿拉伯世界慢慢的允许他加入一些组织。那可是呢，从2021到2024，大家忘记了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但是这些反抗军没有停止他们的努力，继续打。所以在就这13天嘛，11月底到12月8号。把它推翻了，13天推翻，搞了54年搞不定，13天推翻，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些这个叙利亚的人民到他的总统府打卡拍照，拍照照相解密，你知道这个时候叙利亚在干什么？在宵禁，他们正在宵禁，这些人一样进，他说不会，你会怕吗？不会怕，为什么？这54年来都这样，所以他们觉得是解脱。所以这一次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阿塞德，你有了50几年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机会，无能失民心。第二个呢，他一定是奢华过度，奢华过度。你光看这个它的里面的这个装饰就知道，奢华过度失民心。第二个还有很重要的，俄罗斯跟伊朗不再支持他了，这很重要你没有力量怎么去强压嘛？你强压的力量都没有了。最后一点是告诉大家，这一次反抗军的动作太迅速了，太快了。不管是俄罗斯，不管是伊朗，来不及反应，他就拿下来了。所以说未来这虽然说叙利亚这次被他们把阿塞德的这个家族给推翻了，我告诉你，其实还有很多变数，就是里面包含了库德族的问题啊，包含了以色列跟黎巴嫩边境的那个高地的戈登高地的问题。我告诉你，这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都能够和平的转移政权，这也是未来美国很重要的一个任务。OK， 阿塞德到俄罗斯，到了莫斯科，寻求了政治庇护。未来叙利亚到底会怎么样？因为中东地区一直是大家关心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那韩国呢？韩国刚才讲到，那尹锡悦接下来的命运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南韩接下来又跟北韩之间会是怎么样？当然，大家关心到我们国内的政坛里面相关的这些事情，未来的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秀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